如果你最近刷到翟依莹和赵振栋的互动，可能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明明只是2个短剧演员，明明没有必要每一次同框都产生什么特别的故事，可偏偏只要他们站在一起，评论区就很容易出现同一个声音。这是什么神仙小家庭？翟依莹和赵振栋真的好配，这对能不能多营业一点？甚至还有不少网友直接喊出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阴档。所以问题来了，翟依莹和赵振栋到底为什么会让观众产生这么强烈的 CP 感？他们是真的有那么甜吗？还是说这只是观众在影视作品和真人互动之间产生的一种美好联想？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越来越让人上头的组合。故事还要从赤野温柔说起。在这部作品里，翟依莹饰演许星，赵振栋饰演温寻。2个人的故事本身就是非常典型，却又非常容易让人上头的双向奔赴。许星经历了人生低谷，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见温寻，而温寻并没有因为他的过去而远离他，反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他。他们之间最让人心动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而是那种藏在细节里的陪伴。一个人慢慢靠近，另一个人慢慢习惯，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把对方放进了心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2个人的气质非常搭。翟依莹身上有一种很自然的甜，不是特别用力的甜，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可爱。她的很多表情，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而赵振栋恰好是另一种类型，他的感觉更加沉稳，尤其是在一些感情戏里，他并不需要一直表现得特别热烈，一个眼神，一个停顿，甚至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对方，都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一种克制的温柔。一个甜，一个稳，一个灵动，一个沉静，这样的组合放在一起，本身就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所以很多人说他们是小家庭，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原因，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并不是那种非常遥远的偶像剧 CP， 反而有一点生活感。就像你身边真的可能存在这样一对情侣，女生比较活泼，男生比较安静，女生负责制造热闹，男生负责默默接住她。这种反差才是最容易让观众陷进去的地方。更有意思的是，观众对翟依莹的喜爱本身就非常特别，她在短剧领域的适配度很高，不同类型的男演员和她搭档的时候，经常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 CP 感觉，这也是她特别有趣的地方。换一个男演员是另一种故事，换一个角色又是另一种气质。可是到了赵振栋这里，很多观众却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活感，不是单纯的颜值组合，也不是只有男女主站在一起的视觉冲击，而是有一种他们如果真的在一起，好像也不会特别奇怪的感觉。这才是 CP 感最厉害的地方，因为真正让观众上头的 CP 从来都不只是脸，而是观众看到他们的时候会自动脑补出很多画面，比如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拍照，甚至只是很普通的坐在一起聊天。你会发现他们好像特别适合这种日常场景，这也是为什么阴档小家庭这个说法会让很多网友觉得特别可爱，因为大家喜欢的可能并不是所谓的官配，而是一种非常轻松的想象。如果翟依莹负责把整个家里的气氛变得热热闹闹，那么赵振栋可能就是那个坐在旁边看着他闹，却始终不会嫌他烦的人。他说10句话，他可能只回答2句，可是这2句话刚好能把他逗笑。这种感觉是不是已经很像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情侣了？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 CP 感和现实感情是2回事。网友喜欢他们，并不代表他们现实中就是情侣。影视作品中的默契也不等于现实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磕 CP， 可以欣赏他们的互动，可以觉得他们很有夫妻感、情侣感、家庭感，但同时也应该保留一点理智。因为对于演员来说，能够让观众相信角色之间的感情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而翟依莹和赵振栋恰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让观众相信了许星和温寻，
也让很多人在离开剧情之后，依然会忍不住关注他们两个人。更巧的是，到了2026年，他们又一起出现在短剧《X 家族》这样的短剧演员真人秀中，这就让观众看到了作品之外的另一面。以前我们看到的是许昕和温循，现在看到的是翟依莹和赵真栋。角色和真人之间的反差，也让 CP 讨论变得更加有趣。因为观众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不在剧里，他们两个人还会不会这么有默契？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才更加让人期待。其实短剧 CP 和传统长剧 CP 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节奏特别快。一部作品可能很快就能把两个人从陌生人变成恋人，观众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进入剧情，所以演员之间有没有化学反应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两个人没有感觉，那么剧情再甜，观众也可能觉得尴尬。但如果两个人真的有自然的默契，那么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对视，都可能让评论区瞬间沸腾。翟依莹和赵真栋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的 CP 感并不完全依赖大尺度的甜蜜桥段，很多时候真正让人记住的反而是那些非常普通的瞬间，一个笑容，一个眼神，一个站位，甚至一个不经意的互动。越是自然，越容易让人相信，越不像刻意营业，观众反而越容易上头。所以现在再回头看阴档小家庭这个称呼，会发现它其实非常符合他们给人的感觉，不是轰轰烈烈，不是强行撒糖，而是一种温温柔柔的陪伴感。翟依莹负责甜，赵真栋负责稳，两个人站在一起，就像一杯奶茶加了一点咖啡，一个甜，一个苦，单独喝是不同味道，混在一起却突然有了另一种感觉。当然，真正让网友期待的，还是他们未来有没有机会再次合作。因为一旦观众已经建立了 CP 认知，那么下一次见面就会天然产生期待。如果再合作一部现代爱情剧，会不会比赤野温柔更加甜？如果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设定，他们还能不能保持这种自然的化学反应？如果让赵真栋挑战更加活泼的角色，再让翟依莹挑战更加成熟的角色，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些问题可能才是观众真正想知道的。而对于翟依莹来说，她最大的优势就是配度，她可以和不同类型的男演员产生不同的 CP 感觉。但赵真栋这个组合却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特别舒服的家庭感，这也是为什么有网友会说，他们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荧幕情侣，他们更像是一对已经认识很久的人，不用一直说情话，不用刻意制造浪漫，甚至不用一直黏在一起，只是待在同一个画面里，就已经让人觉得很舒服。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氛围感。而真正高级的 CP 感，从来都不是告诉观众他们很甜，而是让观众自己产生这种感觉，让观众看着他们的时候忍不住笑，让观众看到一个普通画面也会自动脑补剧情，让观众在视频结束之后还忍不住回到评论区问一句：所以他们什么时候再合作？这才是真正的 CP 吸引力。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翟依莹和赵真栋这一对的观众，那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不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现实情侣，因为答案其实非常简单。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在作品和公开活动中的默契。至于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替他们定义，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欣赏他们带来的作品。喜欢角色就认真追剧，喜欢 CP 就开心磕糖，看到他们同框就负责尖叫，但不要越过现实和想象之间的那条线。毕竟演员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就是自己塑造的角色能够被观众记住。而翟依莹和赵真栋显然已经让不少观众记住了他们之间的这份特殊感觉，一个是让人忍不住想保护的甜妹，一个是看起来安静却很容易给人安全感的男演员，一个负责让画面变得明亮，一个负责让画面变得稳定。这样的两个人放在一起，难怪网友会说，小家庭真的成立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让你来选择，你觉得翟依莹和赵真栋到底是普通搭档，还是天生就有 CP 感的一对？如果你也觉得他们真的很配，就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你可以直接打出4个字：音档锁了。